现在呢，骑到外面啊，主要呢也是把刚刚入手的一个车前包呢挂到了我的车把前面啊。它是通过一个猪鼻，有一个卡扣啊，或者说一个适配器呢，就可以把它放在车前的猪鼻上。自从开始骑这个折叠单车以后啊，一直呢觉得需要一个车前的包。一开始呢 DIY 了一个啊，但后来呢，因为没有做好，失败了，把这个带子也搞破了。然后呢，也买了一个简易的，就是普通的单车的一个车前的挂包。用了一下呢，也发现也有问题。主要问题呢，就是它那个金属的那个挂钩啊，它不是定做的，它不是为这种单车设计的。后来呢，就看到啊，在网上有卖这种专门是配这种折叠单车使用的，有适配器的这样的小包。那我呢就先买了一个回来啊。今天呢把它放到车上啊，感觉还挺稳当的。但是呢，第一眼的印象呢，就好像稍微大了一些啊。因为呢，这个就是一个购物用途的一个车前包。网上呢，大家把它称之为一个叫菜篮子啊，我觉得蛮形象的。那我今天呢，就骑出小区，看看能不能到缤纷汇去买一些我喜欢吃的花生啊之类的啊。正好呢，来用这个菜篮子来购物，顺便呢也体会一下啊，这样的一个包，在装了一些东西以后，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。给我这个称一袋，对。这个也帮我称一袋吧。
然后呢，这个麻烦你给我来半袋吧，好吗？对，这个都脆的啊，不皮的啊。好，差不多了。不要那么多，不要超过1斤。好，谢谢。好的。妈妈，付下钱就出来了。回到村里了，骑着我的折叠小单车，挂了一个菜篮子啊。第一次呢，去到缤纷汇啊，稍微装装样子，买点花生啊之类的。其实呢，我就是体验一下啊，就是买了这么一个菜篮子，挂在这个车把前面啊。作为一个车头包，它用起来方不方便？装了东西以后呢，骑起来会不会摇晃？会不会突然之间就松脱开啊什么之类的？就是体验一下而已。我看过一些视频啊，有些年轻人。他们就是骑着这样的小单车呢，每天就通勤啊，上下班。有些呢还要搭一段地铁，然后呢就在这个包里呢放了不少东西啊。等到回家的路上呢，有时候还会买一个快餐打包回家，也是装在这样的一个菜篮里面。根据很多视频里头他们所描述那样啊，就这个菜篮子呢是这种小车啊
是必备的一款包之一啊。但按理说呢，它应该有几种包，比方说更小一些的啊，只是装一些手机啊，装一些这种充电设备啊等等呢，作为一个像随身背的背包一样，它只不过也是可以放在前面。那还有一些呢，就是旅行用的啊，可以装更多东西，它比较高，等等呢，都是有的卖的啊。但是呢，我没有研究那么仔细，暂时呢也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，所以呢，先入手一个菜篮子再说。等以后有合适时候呢，我相信也会根据需要呢，也会去入手其他的几种啊，为了方便自己出行这样的车头包。因为今天呢，其实上午啊，已经在村里骑了一圈了，就是去了缤纷汇27啊，下面新开了一条城市森林运河，我也是去尝了个鲜，也帮大家去拍了一拍啊，算是一睹为快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没有到其他地方去了。虽然今天到现在为止啊，并没有下过一场雨啊，那基本的运动也就差不多了。加上呢，刚刚也去用这个菜篮子到缤纷汇去骑了一圈，买了一点小东西啊。那今天呢，菜篮子的使用啊，一个小视频呢就到这边。今天又在做核酸了。那我也到家了啊，我们就此打住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